Thank you so much。各位，這個就是呢我的個人咖啡了，好不好？不過因為他聽得懂中文，所以我也不能講太多。沒關係吧？話若要講透天啊，目屎是飛袂離。故事是這樣子，一切就發生在我們環歐旅行的第一天，也就是曼谷前往杜拜的航班之上。各位，登機了！哎呦，運氣不錯，這是一台新的，因為它這個 A380有機型兩種，一種舊的，一種新的，它這還是新的，新的它座位比較寬。那時候我在飛機上面遇見一位客艙組員，然後他有着既親切又迷人的笑容，而且不僅是如此啊，就是他在忙碌之中呢，對待乘客依然是保持着那份微笑。我當時的想法只是想說，這麼樣努力、這麼樣認真工作的一位組員，如果在這一趟我們也搭乘的航班，也如同往常的任何一趟航班一樣，他就這樣子上班然後下班了，那豈不是辜負了他在整趟航班上面的付出？因此呢，我就決定畫一張圖送給他，並且在上面寫到 Your smile made this flight better。那我把畫送給他之後呢，其實我也想說機器人應該沒可能去看到我們僅有的那一點點在飛機上面相處的時光和緣分很快就會被平常繁瑣的工作給沖淡但是也沒關係嘛，相逢何必曾相識送張畫給他留個紀念。一直到我旅程快要接近終點的時刻呢，有一天他傳訊息跟我說他下個月的航班，結果我一看之下竟然有一個倫敦好，事情是這樣子，在此次的旅程上呢，遇到了一位空服員，然後呢，在我環歐旅行的這段期間就是我們常常聯繫，因為人和人之間是這樣子你們彼此有沒有同樣的緣分，或者是彼此的這種相知相惜呢？你們是可以感覺得出來的這2個月來一直在湊說到底我們的沿途上有沒有他會飛的航點，但是很遺憾排不到一個地方是他會飛，我剛好也在附近的。然後就在上個禮拜因為他1月班表出來了，唯一我們比較接近的地方是他在1月10號要飛倫敦但是呢，如果要前往倫敦的話，整趟旅程會變得非常瘋狂。那我收到訊息的時候，我那時候人還在波蘭等於我要用8天的時間離開波蘭，再橫跨整個德國，接着穿越英吉利海峽，我才有辦法抵達倫敦。剛武界必要有這個必要嗎？因為其實坦白說，我們有約好說他會再安排航班到台灣，我們在台北再見就好了。但是我一直覺得，如果我們在台北相見，不是第2次見面，而是第3次的話，那個感覺會非常的不同。因為呢，很多人都能有一面之緣譬如說你今天坐計程車，計程車的司機跟你也是一面之緣，但是呢，能有2面之緣的那個情分又大不一樣。尤其是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於是思想再三我就決定進行這個非常瘋狂的計劃。Hello， 大家早安，各位，我們現在即將離開柏林了。我現在要去柏林中央火車站搭火車，然後往西去杜塞道夫，路上再跟大家慢慢報告。我們現在要先去趕車坐11點的火車，現在時間10點鐘。哇靠，這個局勢變化太快，太不可莫測了，真的是。柏林火車站。我靠，各位，這一趟真的是千里長征太不可置信了。等一下再跟大家慢慢報告，現在還沒有那個時間人生真的是變化太快，太不可預期。我的天，來，還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柏林中央火車站在這有無數的回憶這不管這邊過聖誕節這邊跨年好幾次都是在柏林火車站，非常現代化的建築用玻璃打造的。所以我要從9號照原定的計劃坐火車到杜塞道夫，然後10號呢直接從杜塞道夫出發前往倫敦。當然了，當務之急，我們事先去看一下我們的火車有沒有延誤還是幹嘛這個延誤的幾率簡直高達80%希望不要延誤到我們那一班。哇靠，還有叉叉的天哪！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了。注釋的是安怎，大家敢知影？注釋的是那個時候呢，歐洲剛好遭遇暴風雪，就是惡劣氣候的襲擊那這樣子還不夠，就當我們要出發之前的前一個晚上，就倫敦什麼東西都訂好了準備要出發了這時候收到一則訊息，就是他傳訊息來給我說，他的航班被公司改了，正是計劃趕不上變化，變化趕不上老闆的一通電話。他說呢，被改到德國法蘭克福。
結果竟然是無巧不巧，誤打誤撞改到法蘭克福，那更方便啊，因為我們人就在德國嘛，那在法蘭克福碰面也無不可啊，不管在倫敦或法蘭克福都一樣，因為重點不是地方嘛，重點是人嘛。然後呢，那個時候我們就約好說好。10號在法蘭克福碰面，結果呢，隔天早上我要去坐火車的時候，哇哩咧，我的火車被取消，我的火車被取消了，而且他什麼時候通知我，你知道嗎？就1個小時之前啊，他傳 email 過來，然後我一到車站呢，滿心歡喜的準備要坐我們車的時候呢，取消。先讓我去這個前面資訊站洽詢一下，大排長龍了，一大堆火車被取消了，不知道天氣太惡劣還是怎麼樣，我們到底能不能順利抵達我們的目的地呢？去見我們的烏克蘭朋友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不過呢，我們要轉換一下心情啊，正所謂好事多磨，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啊！各位祝我好運，好不好？現在情況不明啦，我們11點13的火車被取消了，但是呢，下一班会不会開啊？我剛去問那櫃檯，竟然不知道啊。反正等車子有來就是有開，沒來就是沒開啊。不管怎麼樣，我們今天一定要往西啊，快速更新一下。我們不能再繼續在這裡坐以待斃了，因為下一班車他也取消，而且他取消他也不會先跟你講，他都是在發車前大概20分鐘左右才跟你顯示說取消。他這個表定時間啊是11點27分開，然後後面寫個延誤12點10分嘛，對不对？但是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來看一下德鐵，好不好？啊，現在12點，快要20了哦，他已經延誤到不想改了啊，不想改那個時間了，好吧，蓋牌了啦啊，不管怎麼樣呢，還是要保持樂觀，度丟的度丟啊。不過唯一的那個就是說哦，現在下面這個月台好冷啊，這個月台。各位，我們終於上火車了，然後這班車延誤了快1個小時啊，然後那個月台他就在那邊等了。傻等了1個小時，零下6度哎，真的是大家在那邊真的是哦，就破掉命啊！要死，但是這個柳橙汁還是必須要喝冰的啦，好吧？這個柳橙汁怎麼能喝常溫的啊？冰的柳橙汁從飯店帶出來的。各位，快速更新一下，我們現在的位置呢是在車上的洗手間的北受啦。然後我們現在要穿越德國的中部，因為漢諾威和漢堡那一條下雪太嚴重，那軌道進度都已經結冰了。轉車時間大概是5分鐘啊。情報顯示呢，它是在7號月台。果不出其所，它換月台了。哦靠！還有我們眼明手快，他們在7號月台這邊傻等哈。客滿，客滿了，無一趟坐啊！各位觀眾，杜塞道夫啊，人之所以移動啊，像我們前方這些人啊，其實不是為了去哪裡，不是為了地方，而是為了人啊。這個杜塞道夫車站這麼大啊，還好我們坐很近，我們坐在車站出來。來，各位觀眾，哎呦，杜塞道夫啊，車站轉出道，方便我們明天要移動。哎，這裡就可以進去了。我靠，這方便了，哇，這麼方便啊，走出來就到了。Vinha 是什麼意思？Vinha 是拉。啊，哎呀，我的天！哇，這個春季影壁是有一點老舊啊，將就一下，我們只要注意完而已。開箱一下啊，可能也沒什麼好開箱的，就是經典的宜碧斯啊，好不好？所見即所有啊，宜碧斯沒什麼好介紹，就這樣子啊。但是呢，它這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台，哇，真正是，哦，夠忝的啊，哦，這個窗簾當然是要拉開嘛，對不對？10點從柏林的住宿出發，到現在晚上7點了，7點15分了。各位，我們算是把東邊的雪呢帶來了德國西邊，來的第一天就下雪。Thank you for choosing Deutsche Bahn to
today. Take care and goodbye. 法蘭克福。那個時候呢，我一度以為我抵達不了法蘭克福了。後來在幾經輾轉之下，才有了這個影片開頭的那個橋段。來的正是時候啊！一來到法蘭克福，法蘭克福已經開始在飄雪了。我靠，這火車站很氣派，不愧是德國中部的重鎮法蘭克福。我們今天的住所就在這裡，經典品牌 Premier Inn。我靠，房間真好啊！我的天啊，這房間真好哎！以這個房間2500塊錢來說，這房間也太好了吧！等等展示給大家看一下，這房間太好了啦！首先呢，它地上是鋪地毯的啦。我說真的，這個房間哦，價值3500塊錢啊。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張非常舒適的辦公桌，很有質感的燈。哦，這桌子不錯，這椅子也蠻好坐的。落地窗景觀，哇，外面在飄雪啊。哦，真漂亮。然後呢，再來，它這裡有一張很舒適的沙發椅。這個啊，我們在頻道裡面曾經強調過多次，一間好的飯店所必備的元素就是一張。哦，這種碰椅啊，我們可以把它轉過來，面對這個窗戶嘛，對不對？我靠，哇，欣賞窗外雪景啊。Premier Inn是號稱床鋪非常好睡的，他們那個圖案是一個月亮在睡覺嘛，對不對？所以它床鋪通常都是很好躺的。可以，這間飯店推薦大家來住啊，2500年啦，真的是有夠俗的。可惜我們只能待一個晚上。哦，廁所還是這種木頭質感的啊，很乾淨啊，一塵不染。好了，各位，幫大家介紹一下呢，我們準備了什麼東西。第一個呢，就是這隻小飛龍，這隻是在斯德哥爾摩買的。那它是一個瑞典知名的品牌啊，這有一個 Sweden Design 在後面這個地方。這一隻已經陪着我旅行整個歐洲了啊，但是我那時候其實沒有預期說，這趟旅程會再遇到它，所以呢。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啊，真的是。再來啊，在這個數位化的年代，一張手寫的卡片和手繪的圖就顯得特別珍貴。它這信封真精緻，真的是。打開裡面有這個很漂亮的花紋，它裡面好像有一層防護層。這個就是我畫的畫，外加手寫字條一張啊，因為我們這個是以誠相待了，好不好？君子之交啊，我相信我們這封信呢是非常有溫度的，尤其是在這個寒冷的冬天啊。世上哪有如此溫暖之人，對吧，各位啊，各位觀眾。然後最後一個呢，當然就是花啦。等等去飯店呢，迎接他的到來。各位，我正要講，不要說我暈船，好不好？這個頂多來說是暈機呀，各位。最多我們也只能形容它為暈機嘛，怎麼能說是暈船呢？暈機。輕微的暈機的，我很少在暈機的。你看，我們坐個飛機，這個還可以在飛機這邊露營啊。我們算是這個經歷過風浪的，對不對？要讓我們暈不容易，但是呢，世事難預料。人生不久抓春秋，世事無常忙嘎姑啊。如果說呢，你的雞排蒸奶、雞奶套餐還沒買好的話，現在還有5分鐘的時間，板凳置好來，這處真正是哦，太過精彩啊！電影嘛，翕袂出啦。當時的情景就是這樣子。小雨綿綿落袂停，體溫所逼近，台北天涯冷清清。只不過是法蘭克福的夜晚，街上是冷冷清清啊，但是呢，卻是屬於我們的天堂。然後那個時候呢，大家有多方意見，我都有參考到。就是你們覺得說我到底是直接去飯店那裡迎接他，還是說等他打電話說哦，我已經到飯店了，我們等等約在什麼地方再過去？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做？有一些人會覺得說，直接出現飯店侵略性會不會太強了？但是我那時候心裡就想，我們是誠心相待，而且我們為人正直嘛，扭扭捏捏的像個什麼樣子？如果說你在那邊出現，對方會覺得不好的話呢，會覺得像你剛剛說的話很尷尬的話呢，那其實就代表說你們的關係還沒有這麼的密切。那既然如此，也沒什麼好說的嘛。大家在這種風雨飄搖之中，其實那種枝微末節不要那麼多，少一點越好，越直接越乾脆越單純。各位厲害了，我們現在已經抵達飯店了。就是這間飯店，然後呢，等等，他們大批阿聯酋的組員啊，就會坐着接駁車，我都有點
有小可緊張誒。他們那個大堂吧是長條形的，就大概這樣子。然後這個巧克力呢就是櫃台，然後走到這個地方呢，這邊是一個酒吧大堂吧。他們大批的組員呢就會聲勢浩蕩的坐着那個街車啊，抵達這個飯店啊，可能他們就會從那個門走進來。這間飯店不錯啊，還有個大堂吧。哦，那間飯店氣氛真好，大堂吧放着音樂，然後周遭呢一大堆那種搖擺的人士啊，在那邊晃來晃去的。那時候我坐在那個吧台嘛，聽着音樂，然後喝杯冰的那個柳橙汁壓壓驚，先喝一杯冰果汁壓壓驚啊。然後就再過了10分鐘呢，突然外面一陣騷動。這個阿聯酋他們這班剛好飛 A380 那個組員陣容之龐大，正副機長，然後一群的30-40個空服員，然後穿着制服這樣子，這個陣仗之龐大。平常我們在桃園機場看那個，比如說長榮航空他們在行進要去坐飛機的時候，不是一長串嗎？然後拖着行李這樣子，哇，那個氣勢很旺，走路走起來每個都好像有風那樣子 ，kick 卡 kick 開。相信大家有看過嘛？就機長在前，然後組員在後，一群那個氣勢如虹，美術剛才被修剪那種尷尬，一坨從外面嘻嘻哈哈的走進來，如一陣風一樣。然後因為他們穿的制服都一樣嘛，就阿聯酋那件駝色大衣，然後戴個小紅帽。我說真的，你從遠方看你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就每個人都長得幾乎差不多。然後看着看着，我就找尋他的身影啊，眾裡尋他千百回，驀然回首啊，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就是大概是這個感覺。然後呢，那個剎那真的是感慨萬千啊。這個時候呢，吧台在這邊嘛，然後他們從這裡走進來，然後我就站在吧台和櫃台的中間。剎那間，我覺得那個spotlight已經啪打下來，打到我們那個正中間了，非常的動容啊。然後我就拿花送給他，他非常開心。我就先陪他去超市買東西。那間超市呢，也蠻多組員有去那邊買的，因為明天禮拜天超市就關了嘛，他們唯一能採買就今天晚上。然後落地的時候9點半，超市10點就關門了，所以大家都是上去換個裝馬上就過去了。而所以我們在超市買東西的時候，就遇到很多組員啊，所有的組員都是自己跟逛超市，但是他不一樣。那逛姐拿這個超市籃子啊，然後就陪他逛超市嘛。逛完之後，我們就買了一些東西。那時候已經很晚了，大概已經10點了。然後我跟他說：“你肚子會不會餓？我帶你去吃東西。”然後他就說：“可是這麼晚了，還有店有開嗎？”然後我就跟他說：“過去那邊有一間這個拉麵店，是 Street Food 一般的街邊小店。然後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呢，我們可以去那邊吃個飯。”那他當然欣然就同意了，他就很高興嘛。他說他以為店都關了，沒東西吃了。那為什麼我們會知道那間拉麵店有開呢？因為我們以前是從事這個旅遊業的嘛。你身為一個專業的領隊啊，你到一個地方一定要知道說哪一間店呢開的比較晚，因為客人一定會問說，導遊或者是領隊，我肚子好餓，這麼晚還有哪裡東西可以吃？那你就可以跟他說街角轉會那邊有一間拉麵店還有開。那客人就會覺得說，哇，這個導遊不錯，就是先觀察一下周遭的這個地形地貌，什麼店呢營業比較晚，或是哪邊路比較不好走，哪邊比較危險呢？沒到來的地方身為一個專業的前旅行業人員熟悉地形地貌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的職責之所在，一個職業病。And this one, my home, is divided by two parts, left side and right side. I'm living on the right side. Thank you. 好了，各位，现在呢就是我們的深夜拉麵時間了。這個是唯一已經有開的店，因為他們已經 delay 了。哇，現在是10點半呢。So you can try both. The soup and noodle should be mixed together. 2個月之後，我們竟然有這個機緣能夠在此重逢，確實不容易耶。在這種風雨飄搖的年代，很容易就失聯了啦。真的是，只要有一方斷了訊息，或者是已讀不回，可能都不會有今天的啦。正所謂呢，千里姻緣啊，一線牽。然後吃完麵啊，我們就想說回去飯店吧台那邊喝杯飲料嘛。他們竟然有一個組員的 lounge，就是專給組員用的，因為那間飯店一定是和航空公司有簽約的嘛，所以他們那邊有個組員休息室啊。在這個溫馨的畫面之中呢，旁邊也沒有鋼琴和吉他的存在，但是我們依然能清唱一首歌，唱了一首經典名曲送給他。蝦米吻別，我們當然是唱英文歌啊。I found a love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and follow my lead。然後在這個氛圍裡面，我們的詞句呢都恰恰的符合當下的情緒。Darling, just hold my hand,
Be my girl, I'll be your man。儘管前方長路漫漫啊，坦白說，未来事情非常難以捉摸。Darling, you look perfect tonight。今夜看起來你是最完美的。30,000 feet is where we meet. Upper deck seat number 43. Several time zones cross the sky in dreams. I said meeting you means everything. A cabin crew with a smile so sweet took my breath when she passed my seat and stole my heart such quiet and deep. This memory I want forever keep. Such a nice view across the whole blue. I once feared nothing but now nervous to do. Muster up the courage to talk to you and said it's for you, a portrait I drew. I bought a dragon doll from Nordic brand just for seeing you maybe once again. 3 months passed, though time is gone. We made a plan, let the story go on. I held a bouquet in the hotel lobby. People are lauding my hands, even a bit shaken. I've been waiting and the story's still uncompleted till the unique smile you I finally see. Snow is now falling on the Christmas tree. So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yeah. See you, bye bye. Bye bye.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天色已晚了，明天早上6点半要坐火车去倫敦，没辦法再和大家分享下去了。我明天再分享，几点播啊？來睏啊！